你是否还在使用 MT4、MT5 自带的简陋报告，只盯着净利润，却忽视了其他更专业、更全面评估策略的角度？今天我就带你解锁一款能够扒光策略底裤的神器 Quant Analyzer。它不仅能够生成专业全面的分析报告，还能测试权益曲线控制对于你策略的一个魔改效果更能够带你玩转专业的交易员都在使用的这个蒙特卡洛模拟甚至它可以帮助你自动的去组合出最稳健的策略投资组合当然它也可以帮助你找到最适合你策略的资金管理方式。实在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我们就开始详细看一下QA 这款软件虽然我之前也在视频中零星的去介绍过这个软件但是都不够完整我最近呢在做这个内部课程的教案时发现QA 这款工具大家对于它的理解它的使用上还是不够全面并且很多频道的一些听众也对于这款软件究竟要不要付费它的付费功能上有一些疑问所以我决定对于这款软件就做几期视频来详细看一下它所拥有的这些全部的功能这样大家后续也可以根据具体的这个关键词来进行搜索，来了解相关的这些功能点所以没关注的同学可以点个关注这样就不会错过我后面的视频了。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先声明一下我所演示的这个版本的话是 QA 的Pro 版本那么如果你没有付费的话，你就是只能使用 QA 的这个免费版当然免费版也是可以用的足够你用了它也就是有一些进阶的功能点上是这个 Pro 版本它才可以用的，或者说 Pro 版本是没有阉割版的那么官方呢也是有针对于这两个版本做了一个具体的区别的一个介绍比如说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功能可能你免费版的话它会给你限制成为30%的交易才会用来分析或者说就是限制你的这个可以用来分析的策略数量只能为4个，所以怎么选择呢？就是看个人的需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帮助你去做这个决定那么官方的这个 Pro 版本它售价是349U也就是2500 RMB但是我对于目前我们这个内部课程的学员是免费提供 Pro 版本的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叫什么Portfolio Master 这个投资组合大师的功能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有用的比较重要的。好，那么我们开始首先我们打开这个软件呢，我们可以看到下方它罗列了一些它支持的哪一些平台的这个交易报告它支持的这个平台是比较多的像常用的我们这个 MT4 MT5 包括这个什么 Ctrader 它都是支持的并且像这种 TradeStation NGTrader、MultiCharts 还有这什么MetaStock这种国外使用比较多的平台它也是支持的当然如果你所选用的这个量化平台它比较冷门，它这里都不包含的话，那么你也可以使用它特定格式的一个 CSV 文件来进行上传不过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所采用的平台它这里面其实都已经包含的有了那么使用这个软件呢，第一步当然是要喂给它你的这个交易报告我们这里就拿这个 MT5 来进行举例我们跑完这个回测，比如说我们跑完这个回测之后呢，跑完之后就可以在后台测试这个页签中，我们右键打开图表，然后选择这个 HTML， 我们点击它就可以导出这个 HTML 格式的报告那么比如说我今天用来举例的这个策略这是一个集中在日元上就是专为日元所开发的一个交易策略我们可以把所有日元相关的
这些市场都回测一下，比如说美日啊、欧日啊、磅日啊这些都可以回测一下啊。回测之后就是导出它的这个 HTML 的回测报告啊。当然我这里为了节约时间啊，我是已经提前保存好了所有日元相关的这个回测报告啊，包括这个日经指数的啊，我也保存了啊。虽然这个策略在日经上的回测结果是有点拉胯的啊，但是正好拿来做这个反面教材啊。好，保存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 QA 上方的这个菜单 Load Report 来去把我们所有的这些报告都导入进来啊。比如说我们举例啊，导入这个，那么点击之后它会弹出一个框啊，就是让你做一些选择啊。基本上我们不太需要额外的进行设定了啊，它可以自动的去读取我们报告里面的信息啊，所以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Continue 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它就保存进来了啊。因为我这里已经提前保存过的啊，所以它名字上就已经重复了啊，我已经提前导入过的。好，那么导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在下方这个 Data Bank 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QA 帮助我们计算的这个策略的不同性能指标下的一个具体数值啊。比如说我们常看的这个 Return DD Ratio 啊，这个风暴比啊，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指标啊，它是涵盖了收益和风险啊。当然，如果这里面的这个指标你觉得还不够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 Manage 这个按钮啊，可以从这里面去选择QA 给我们提供的各种不同的这个性能指标啊。比如说这里的这个停滞期啊，也就是策略不赚钱的时间，那么它在这个 MT5、MT4 平台上就是没有的，但是 QA 是可以帮助我们计算出来的啊。包括这个对称性也是同样的啊，这也是评估我们策略是否稳定的一个关键指标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停滞期的一个占比啊，我们点击这里的这个符号，它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这里的这个 Data Bank 的列之中。我们加入进来之后，点击这个 Save Changes， 它就保存了。然后它的最末尾就会出现一个关于停滞期百分比的一个列啊，我们可以点击它进行排序啊。这个占比的话，当然是越小越好啊。但是我们看日经的这个停滞期高达64%啊，也就是有64%的时间，日经它都是在摸鱼躺平啊。那么在这样的品种上执行这个策略，它对于我们持仓的心态考验就比较大啊，所以建议就是就不要运行这个品种了。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一个最常用的功能 Analyze 这个分析模块啊，我这里以一个投资组合的视角去进行讲解啊，因为它内容会更多一点啊。那么这里的话 QA 会直接展示出我们这个策略最直观的一些数据啊，告诉你这个策略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啊。大家所看到的这里啊，这就是我们策略的总体的一个体检报告吧啊，上面会展示我们的这个净利润啊、年化报酬比啊、夏普比例啊，包括这个什么盈利因子啊、Return DD Ratio 啊、胜率啊，还有这个是什么？每日的平均净利润、每月的平均净利润，还有每笔交易它会给我们带来的净利润哈，包括这个 SQN 的评分啊，它都是帮助我们计算的非常清晰了。包括中间这一块内容也是同样的啊，但是其实我们最常看的其实还是这块，还有最低列啊这几个数值，这是我们最常看的啊。然后最下方的话，这有一个表格啊，这是一份详细的月度成绩单啊，它会清晰的展示出这个策略在过去的这几年里，它每个月的一个盈利和亏损的情况啊。那么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就可以一眼看出这个策略究竟有没有明显的这个什么水土不服气啊。比如说，是不是每个月的这个3月份它都亏钱啊？那么找到这个亏损的月份之后，我们就可以去
K 线上去复盘，看一看是不是市场只要到了那个月份就会出现明显的不符合策略逻辑的一个价格形态，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修改我们的策略逻辑，看能否剔除这一部分价格形态啊。另一点就是大家可以观察它的盈利是不是持续的、稳定的，是不是那种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一年的那种策略啊。那种策略的话，其实我们实盘的时候对于心态的考验是同样非常巨大的。那么如果你像我这里选择的是这个投资组合的话，那么它左上角这还有一个下拉框啊，你可以去切换这个策略在每个品种上的表现啊，单独去看它究竟是怎么样的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这里的这个多空方向啊，去看一下这个策略是否是适合做多，还是适合做空，还是说多空都适合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策略啊，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死多头啊，它是一点空都不做的啊。不过这也非常合理啊，因为如果你想开发一个在日元上所有的这个交易品种都能够是正收益的策略啊，那么它就会呈现出一种对于多头呈现出一种趋向性啊，呈现出一种偏好啊，那么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啊。这是这个 overview 啊，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交易明细，这里的话就是可以让我们一笔一笔的去看这个策略的具体的执行情况啊，比如说它的这个什么开盘时间、开仓价格、size 什么之类的啊。这个 size 的话，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排序，从大到小的一个排序啊，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策略它执行期间最大的一个手数是多少啊？你根据这个手数的话，你就可以判断出，你如果未来实盘要运行这个策略的话，你究竟最少需要多少的保证金啊，才能让你开仓顺利啊？还有就是这个持仓的时间啊，也可以看出你的策略究竟是快进快出的这个日内短线，还是说需要持仓好几天的这种波段交易啊。这也是帮助你判断策略的实际行为和你当初预设的、当初想设计的这个想法啊，有没有跑偏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看的这个什么权益曲线啊。我这里是以一个投资组合的视角来进行举例啊，所以上面的这个资金曲线会比较的多啊。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观察这个曲线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斜率以及这个策略的停滞期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策略它有273天都几乎是处于一个躺平的一个状态的啊。那么这里就是让你评估，当你面对策略连续几个月甚至半年都不创新高时，你还有没有信心能够执行下去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就干脆不要上架这个策略啊。包括这里的这个drawdown啊，这个回撤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上架策略之前，一定要评估你能否接受这个回撤的幅度。如果这个幅度你都觉得看的这个心惊肉跳的话，那么你还是要趁早放弃这个策略啊。因为实盘的话，是一定会突破这个幅度的啊，是一定会的啊。然后再接下来这个叫什么交易分析界面啊，这里面就充斥着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饼状图啊、柱状图啊，花花绿绿的啊。那么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呢？它就是把我们主要就是把我们策略的一个总盈亏按照不同的维度啊，比如说时间啊、周期啊、多空方向等等等等啊，全部的去拆开了、揉碎了给你看啊。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只有一个，就是让你彻底看清你的这个策略，它的利润究竟来自于哪里，亏损又来自于哪里。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持仓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策略的话，它基本上如果持仓时间大于16天，或者说大于30天的话，那么它的最终就会以一个大概率情况会以一个盈利进行出场啊。如果持仓时间小于16天的话，那么它大概率就是一个亏损的订单啊。然后再接下来这里的话，它设置的就是一个初始本金啊，就是测试在不同的初始本金下策略的一个表现如何啊。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它的这个各种百分比的值的话，它计算的还是比较小的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误区是 QA 它怎么去把所有的策略新建成为一个投资组合呢？它新建的这个投资组合，它所使用的这个初始的入金的话，它是把所有的这些策略的一个初始入金加总起来啊，但是实际情况下我们其实并不会啊。那么一个保守的值的话，就是按照单个策略的一个初始本金来啊，但是更保守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是应该根据这个策略的这个最大手术器去计算我们这个初始本金所需用的一个加上我们这个最小的保证金而得出这个初始本金的啊。比如说我们这里使用1万，我们点击这里的这个重新计算啊，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计算，按照1万的本金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这个年化报酬比究竟是什么样的啊？这样出来的数值可能是大多数交易者能够接受的啊，并且这样的话也不会浪费我们的这个资金占用率啊。然后再接下来是这个投资组合的一个相关性的一个计算啊。当然，如果你是单个策略的话，那么这个功能对你来说就是没有用的啊。它是针对于建立投资组合时才会用到的啊。这个待会儿我们讲这个Portfolio Master 这个投资组合大师的时候再去介绍这一块的内容。然后再接下来这个 Open Balance 功能的话，它就是让我们审视交易的全过程啊，也就是计算 MA1 和 MF1 啊，就是持仓的最大不利偏差和最大有利偏差啊。然后这一块的概念讲起来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的绕啊，比较复杂啊。如果感兴趣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再单独出一期视频讲解啊。当然这一块用的也比较少啊。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核心模块 Equity Control 啊，就是这个权益曲线控制啊。然后这部分内容可能会稍微进阶一点啊。那么对于一部分交易者来说，这个功能非常重要；对于另一部分交易者呢，又会觉得这个功能非常的鸡肋啊。所以我这里呢，也还是会讲一下啊，大家自行的评估啊。大家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需要注意啊，如果你是免费版的话，你只能是分析30%的这个交易啊，只有 Pro 版本的话才能进行完整的分析。好，那么说如果说我们之前的这个回测啊，包括这个分析报告啊，都是在给策略做这个体检的话，去诊断它这个历史上的问题啊。那么从这个 Equity Control 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它就是一个全新的维度啊，它是给我们的策略安装一个智能的风控大脑啊，去主动的动态的管理它未来的风险。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它允许我们在原始策略上再加一层这个风控的总开关啊。然后这个总开关呢，它不会关心这个 K 线，也不会关心这个指标，它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权益曲线，这个资金曲线长得好不好看啊。加上这个控制之后，盈利比不加可能会得到极大的一个提升啊。那么它就像是你这个在做交易的时候啊，那么你背后站着一个冷静的这个基金经理啊，他会一直盯着你的账户啊。当你的这个状态很好啊，非常火热，持续赚钱的时候，他就会鼓励你，让你放手的去干啊。可是，一旦你开始亏损啊，连续的亏损啊，进入这个回撤期的时候，
它就会立刻过来告诉你啊，兄弟啊，当前的这个市场已经不适合你了，你休息一下啊，暂停交易，就是强制的让你停止亏损的进一步扩大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里有多种不同的这个风控模块啊，5种不同的这个风控模块啊。比如说这个均线啊，均线我们这里以日经来进行举例，因为日经上我记得是比较的明显啊，比较明显，它默认的值应该是20。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屏幕上有3条线啊，蓝色的线是经过了净值曲线控制的线，绿色的线是我们这个策略啊它最原始的一个资金曲线，然后红色的线这是一个原始资金曲线它自身的一个20周期的一个移动平均线。那么净值曲线控制的规则也比较简单啊，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资金曲线啊高于这个红色的线，也就是高于20周期的移动平均线时，才会允许这个策略进行交易啊。但是一旦我们这个资金曲线跌破了这条它自身的这个均线的时候，就说明啊这个策略可能开始亏钱了，可能进入这个回撤期了啊。那么系统的话就会立刻就是拉下电闸，暂停所有的交易啊。所以可以看到这里的资金曲线就是完全的平的啊，就是它没有做任何的交易的啊。那么直到这个资金曲线又重新站上这个均线之后，它才会这个恢复供电啊，就是让策略继续交易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并不是总是有效的啊。比如说这里的话，它加上这个净值曲线控制，明明是一个赚钱的策略，它加上之后反而亏钱了啊。那么所以有一些交易者会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他会针对于这里的这个净值曲线控制的这条均线去做这个参数拟合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方式有点过于的复杂化了，因为我们开发策略的过程中本身就会做一定的拟合，如果你开发完成之后再去又做一层拟合的话，那么你这个 overfitting 的概率就可以说是高上加高啊。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方式啊，但是有人可能会看到这种投资组合的这种方式啊，会觉得很有用啊，因为你这个策略原始的是这个31000啊，然后加上这个净值曲线控制之后，它来到了这个多少55000，看起来好像是极大的发挥了这个策略的优势啊，包括它这里的这个盈利因子也有所增长啊。但是呢，我还是不太认可啊，因为本身你在选择这个不同的这些风控模型的时候，或者说不同的这个周期数值的时候，它就会陷入一种比较危险的曲线拟合啊。那么我再引用一下这个领域专家级别的人物啊，他叫做这个什么鲁杰罗，他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他认为这个净值曲线控制啊，可能只对于一种非常特殊的策略才有效啊，就是那种具备策略依赖性啊，或者说叫做序列相关性的策略才有效。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这个策略的这一笔交易的盈亏和上一笔交易的盈亏是有所关联的啊，比如说一个策略在亏损后，那么它下一笔就更大概率会继续亏损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使用这个净值曲线控制去暂停这个交易，可能就是非常有效的啊。但是这只是处于一种理论啊，现实生活中我们开发的90%的这种算法策略，它其实都不具备这种依赖性啊，也就是它们之间的每一笔交易啊，更像是独立的一个随机的事件，其实并不具备什么相关性。所以你拿一个只有10%概率的一个净值曲线控制的一个方法套用在现实生活中90%的策略上，它都是会水土不服的啊，就是大概率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这个功能上大家究竟要不要用它，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如果你觉得有用，那么你就用啊；你觉得没有用，那么你就干脆就不要看它。
好，那么今天的内容我们就先讲到这啊，下期视频我们再继续吧。